爱健康，爱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51张鹏。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促进我们肠胃蠕动，减我们的肚子，以及瘦我们的小臂和疏通我们手臂经络的方法。之前我教过敲带脉，他当时就敲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运动的调整一下，就是幅度和运动量稍微增加一下。好，下面我为大家边讲解边示范。这个我们就不是单纯的敲带脉，而是去做这个动作，就是左右去这样的去敲我们的带脉这个点，看到吗？相对来说，我们如果做这个，第一，我们这个运动从我们的胳膊到我们整个上半身，然后以及我们整个腹部和内在的肠道，它都会增加运动。看。好，看一下后面。好，就是说我们敲的时候，手也是在我们相对于带脉，就肚脐两开，然后这个位置一般都就在这个位置，腰侧的这个位置。然后我们这样敲，把手甩起来，看。开始的时候力度要轻一点，然后慢慢练呢，然后力度稍微大一点。我以前敲的时候，就是胃胀气，然后我就会这样做，因为同时它可以把我们手臂上的经络，有大肠经啊、肺经，然后它肺是主我们气的，然后这些经络疏通，然后去做这个，效果是非常好的，同时减肥也是非常快的。然后很有效。好，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。如果大家有自己的心得，也可以在下面评论留言，谢谢。爱健康，爱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51张鹏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，就是净化我们的血管，然后以及调理我们的两个腿发沉，包括有一些膝盖痛的，这些问题。好。我下面为大家讲解我们要调理的部位。首先，很多人的腿走路发沉，然后呢，第一，血液循环差，有血管可能不是那么清洁，然后进行淤堵，这些我们的堵的位置大部分都在这个大腿，就是膝盖这个地方，然后内侧这个地方。有些人堵了，我们用手一摸，这都厚厚的，一抓软软的特别多，而且轻轻的一捏是非常的疼痛。大家可以看看自己膝盖上有没有。好，我现在下面为大家讲解这个方法，用我们的手抓住这一块肉，或者按压着，就轻轻的转动，不要用力，用力因为太痛，我们就轻轻的。好，当我们做个30秒，这个地方就开始发热，就轻轻的揉，揉多久呢？揉个10分钟，就是10分钟。揉10分钟以后，这个手可以放在这里，好，就这样揉，揉个10分钟以后，换另外一条腿，然后也是抓住这个多余的肉，然后以及堵塞的，轻轻一捏是疼痛的，好，放在这里抓着的，或者是按着，然后轻轻的揉，也是揉个30秒到1分钟就开始发热，就放着，好，一直揉个10分钟，也就是每个地方做10分钟，这个相对来说腿发沉啊。然后或者是腿上血液循环差，这淤堵的，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。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，比较简单，还舒服。当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做。好，爱健康，爱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51张鹏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小腿塑形、瘦小腿以及健脾胃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呢，需要我们坐在这里，然后看着电视或者做什么就可以操作。好，下面我为大家边讲解边做动作。首先，我们坐在这里，把脚像并拢，并拢了以后，脚尖往上勾，就是抬起来，尽力抬到自己抬不动了为止，就是尽最大力抬。好，慢慢的向两边打开，把脚尽量打成一字形，
当我们做到这个部位的时候，发现我们大腿就是尤其是从我们的足三里这边一条筋，就是胃经有拉伸的感觉，这个小腿出的这个地方拉伸的也更酸。好，返回，好，放下，这是一次。好，第二次抬起来，然后再往这做。OK， 到极限，停顿一下，好，抬起，返回，放下，再来一次，好，好，再来一次，回来。刚开始可能很酸很累，做的慢一点不要紧，慢慢练习，慢慢熟练。刚开始做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做7次，然后就感觉非常累，我们可以休息一下，等腿不酸痛了，然后再做7次。你刚开始可能做个3组，3个7次就可以了。随着你练习的熟练度增加，就是让熟练度像我这熟练度增加，然后没有那么酸痛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增加一点速度，然后每天可以做7组7次，然后就是做49下。你要想要更好的效果，想让你的小腿更完美，然后以及你的脾胃更好，当然了，我们要坚持做，效果才会更好。好，爱健康，爱养生，大家好，我是武医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疏通三焦、清热泻火，可以消除我们口臭的一个方法。这个方法就是刮我们的就是手掌的外侧小指处，就是小指这个侧面。好，我们要刮的区域是用我们的手这个小指的，就是根骨这个掌纹到我们的1线，然后这个区域看到吗？我用手比一下，然后这边也是到这个区域。好，下面我们看我们怎么刮，用这个区域按着我们的外侧向外刮，用这个区域，好，稍微用点力往外刮。好，刮的时候换另外一个，也是用这个区域，好，往外刮，看到吗？每次每一边刮300下，就数着刮300下，这样的效果才会更好。看，我每次都会用这一段进行刮300下，效果会非常好。有以上问题，我们坚持使用这个方法调理，效果非常不错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在下面评论留言或者私信进行交流。谢谢大家。爱健康，爱养生，大家好，我是武医张鹏。最近呢，因为身体生病，然后发烧咳嗽，然后都没有录视频。到秋季换季，很多人都会有发烧以及咳嗽，而且很难好的问题。包括我是因为劳累过度然后导致的，所以恢复的也慢，就是中医我们讲伤元气了嘛。每次我们咳嗽的时候，都会很难受，包括我也是一样。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自己进行调理的方法。首先第一步，我们发烧以后咳嗽，我用了2种方法。第一个就是冰糖和梨水，然后煮，然后多喝。第一个可以清我们的肺，然后利痰。第二个方法就是我每咳嗽的时候受不了，就是气跟不上来，我就会用手捂我们的肚脐和我们的天突这个位置，然后它就会很快就会得到缓解，然后不咳嗽。好，我下面为大家示范这个动作。肚脐我们都能找到，就把手放在下面。如果是男士，就把这个左手放在下面，女士就把右手放在肚脐上，然后找到我们天突穴，就在我们的喉结下面这个窝里，然后嗓子咳嗽也是这里难受。如果是女士，就把我们的右手就是放在肚脐，左手放在这里，男士就颠倒过来。好，就这样放着，然后不动。大概你放了有个1分钟左右，你就会感觉你的嗓子就会舒服，这个气就慢慢就上来。你能做个5分钟到10分钟，可能你就会坚持好几个小时，甚至1天都不咳嗽。当然了，你还是要配合那个梨汤，然后坚持喝，这是清肺，这是我自我调理，不用药物的情况下。如果说
特别严重的，还是建议大家去看医生、看中医、去医院比较好。好，如果不是很严重的，可以自己先试一试这个方法，看看效果。好，爱健康爱养生，大家好，我是51张鹏。现在天气转凉了，很多人膝盖开始疼痛，有的人是以前受过旧伤留下来的问题，有的人是湿气大风湿导致的。我今天为大家讲解怎样去自我调理我们的膝盖疼痛，让我们的膝盖更舒服。首先呢，我们一定要保暖，对我们的膝盖进行保暖。如果膝盖怕冷，然后或者受过外伤，一定要在膝盖买个护膝，给它保暖，这是第一步我们要做的。好，下面我教大家一个锻炼方法。我们的那个膝盖疼痛的人，很多人在后面，就是尾中的位置，我们就用手去摸。一般膝盖疼痛的人都会有个结，我看后面啊，这地方都会有个结，我们用手先给它按揉，就这样半蹲着按揉，这样比较手能按进去。好，一般按揉个1分钟左右，然后把腿绷紧，然后进行拍打，数着49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是转过身，双手拍打我们的膝盖，就是拍打，看到吗？1也是49下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一定要拍够49下。拍够完以后换右边，也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好，拍49下。当我们后面的时候，头看到吗？是平着的，不要低头。低头的有些人血压是会造成头晕，然后一定要平，看到弯平就可以，手够得着就 OK， 保持这个姿势去拍打后面。我们做这个呢，大概这一套做完，不但膝盖这个地方会发热，可能你整个身体也会发热出汗，这是非常好的。做完以后如果出汗了，一定要保暖，不要再受凉。随着你做的次数坚持，你的疼痛会越来越减轻。好，大家有这些问题，可以在下面评论留言或者私信，我一定会尽力解答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膝盖越来越健康。